嗨嗨，华为的发布会各位都看了吗？这一天大家都等太久了，我反正是从 Mate 60 Pro 直接开售那阵子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等了。华为太会整活了，这热度说是数码春晚不过分吧？发布会上那么一堆好玩的，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呢？嘿嘿，你可能会说是手机，是平板，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华为智能眼镜啊？简单过一下外观啊，算了，没有必要啊。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眼镜，放在桌上摆着，还能看出点和一般眼镜的区别。如果戴在脸上，压根儿就不会有人意识到你正在用一副智能眼镜，你只会听到你怎么换眼镜了？差点意思啊。这样子人家怎么知道我用的是高贵的智能眼镜？当然，你也可以反手来一句：啥智能啊？不就是耳机？确实。没有投屏，没有拍照，更没有 AR， 在它身上你甚至看不到什么面向未来的技术，但它反而是我觉得最好用的眼镜类产品之一。作为眼镜，除了好看，平平无奇，鼻托是硅胶的，铰链弹性还不错，戴起来不夹头。你甚至可以去门店免费更换3种不同尺寸的铰链，眼镜框也有不同的款式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脸型的。但就这。不过，要是告诉你这里面不仅仅有耳机，还有一个语音助手，那阁下又该如何评价？这貌似普通的眼镜里也有发出声音的元件，也有消除噪音的元件，还塞进去了电池，戴起来和我平时戴的眼镜感觉几乎没有差别。什么黑科技啊！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眼镜理解为一个无敌开放式通透的耳机形态，别人还可以给耳机挖洞、夹耳朵、挂耳朵，怎么通透怎么来。华为直接把耳机做眼镜腿上，好家伙，你就说透不透吧？而且这可是眼镜啊，从起床到睡觉，你可以忘带手机，你可以忘带耳机，谁把它拿走了？但是你眼镜是真忘带不了一点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全天待命的助手，真就全天待命啊！如果只是把它当做普通的眼镜用，理论上能戴几个3、4天，这个续航真的很重要啊！你想象一下，无聊的时候刷3、5分钟的短视频，临时再接个电话会议，再也不用纠结要不要套耳机了。这还没完啊！更过分的是，也没人说你不能套耳机啊。想要用耳机降噪完全不冲突。如果你用的是华为耳机，你甚至可以让它们俩同时播放，颅内混响是吧？而且一个一直戴在脸上的穿戴设备，华为也没忘给你多整点花活。戴眼镜的时候，它会提醒你今天的天气和你设置好的日程。光明区今天的天气晴天，最高温度33摄氏度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今天还剩余一个日程，给你美好的早晨画上一个句号。你可以双击眼镜腿调用语音助手。10分钟后提醒我准备出门，日程已添加到日历。你还可以在出门前问小易会不会下雨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光明区现在晴天，预计晚上9点有雨，出门要带伞哦。就算是点外卖也有提醒，不用掏手机就知道外卖到哪儿了。美团骑手已成功取到商品，您的商品已从取到。打车的时候眼镜也可以同步车牌的信息。滴滴出行司机月 DDF 已到达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让眼镜播放指定应用的推送，比如我就看了飞书和微信，来防止错过消息。效果大概是这样的：微信千里还有多久到？有一个小细节啊，如果你嫌小而美吵个不停很烦人，你可以勾选这个重要通知，这样啊基本上就只会接到私信和通话了。如果你勾上这个，那只有别人给你发红包的时候才会有提醒了。把一个产品拆成2个，创造需求，数码厂商可太擅长了。但是把不同的需求捏在一个产品里面，这还真不多。把眼镜做得好戴好看，再融合听音的能力，这是我觉得眼镜最有用的一次。就拿最基本的听歌来说吧，居然听起来还挺不错的。瞧着今年的漫长年秋波。而且这玩意儿是真的能当耳机来用的。如果你刚好在用华为手机，对于花粉来说，这个用法可太熟悉了。看耳机的操作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耳机同款佩戴检测，戴上就是开机，取下就是待机，音乐会自己暂停。在智慧生活里，同样可以折腾这些花里胡哨的选项。嗨，要是啥时候能给我安排个跟耳机一样的帅气弹窗，那就更绝了。这么一个都不用塞进耳朵的耳机，社恐能用吗？能，敏感肌都能用。这个眼镜其实没有用骨传导的设计，戴过骨传导耳机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骨传导一个是夹头，一个是震动，其实还是很难每天都戴着。但眼镜呢，有上下2个完全对称的出声口，下面播放的时候，上面就会发出完全反向的声波，把外泄到别人耳朵里的声波尽可能的抵消到最少。所以如果你挡住上面，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露出来的声音变大了。
件上降到确实不错啊，不过华为还是给你多上了一个保险。如果眼镜检测到环境比较安静，通话的时候呢，音量还会自己再调低一些。那如果环境太吵，还能听见眼镜的声音吗？确实不太能。如果有很多人同时说话，或者是大马路边，就算开到最大声，也很难听见眼镜的声音。当然，华为也想到了这个情况，如果环境声音太吵，设置里面打开这个开关，你甚至可以突破极限的音量。应急是够用的。话说，你们会不会好奇怎么控制这个次世代眼镜？没错，它也有手势，非常中二。暂停播放、音量调节、拒接电话，这还拿不下你？想象一下，在电梯里面一个帅气的手势，然后对着面前的空气开始说话。提醒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个会议，这还拿不下你？充电呢，需要用到一根附带的1分2充电线，把这两边磁吸上就可以了，磁力还挺强的，但是一定要把两边同时接上，不然到时候可能就一边有电一边没有了。那华为的解决办法是这个，只有同时都接好了才会发出提示。眼镜类产品做的人真的很多，什么 AR、VR 还有相机了，但是这一次华为还是掏出了一个看起来不太新奇的眼镜，甚至我都有点怕这个眼镜因为太过务实被埋没在卷到飞起的市场里，但是它没有。这么有创意的东西，华为居然2年前就开始玩了。华为的小伙伴还告诉我，眼镜还可以用来检测你的颈椎健康状况。想想确实啊，反正你都已经戴着了，只要再多分析一下传感器数据，就可以得到你低头弯腰的次数、时间和程度，给点健康建议，不是轻轻松松？想想看，还挺有用的。而且把智能属性融合进了眼镜这个形态，让这个品类变得更加贴近生活，又有更科技的体验。未来要是把星闪啥的也整合进来，搞不好智能眼镜可以像智能手表一样，成为一种更加普及的智能穿戴设备。不知道华为下一次打算在哪儿整活？电动牙刷、AR、VR、折叠屏，反正只要能有更多好玩的就行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天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